大家好，我是仰望肖旭琴，欢迎大家来到仰望汽车智能软件发布会现场。今天呢，将会为大家带来仰望 U8第7次 OTA 的重磅升级。一直以来呢，仰望汽车对于智能化的理念都不仅于智能座舱和智能驾驶，我们始终相信电动化和智能化融合的整车智能才是真智能。大家的老朋友仰望 U8上市快1年了。原地掉头、应急浮水、爆胎行驶这些前所未有的功能，相信都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从去年11月起，我们在6次 OTA 的更新中进行了包括 L2 驾驶辅助、自动泊车、代客泊车、AEB、云辇、E4方等功能超过120项的升级优化，给大家带来了一次又一次体验上的革新。今天我们将继续这一步伐，给仰望 U8 的车主带来仰望汽车史上最强的一次 OTA。这次 OTA 在智能驾驶、智能泊车以及智能座舱都进行了重磅的升级。那么这次发布会呢，我们请到了仰望的技术专家为本次 OTA 进行深度的解读，还邀请到了水哥王玉恒作为此次 OTA 的体验嘉宾。为什么会邀请水哥作为体验嘉宾呢？相信大家都知道，水哥做过很多次吸引全网关注的人机挑战。我记得水哥发表过一个观点，让我也非常认可：人类应该转变思维 ，AI 正好帮助人类去解放自己。我们可以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他也会基于这些观点和我们的技术专家们展开科技与生活的探讨。好了，话不多说，我们的智能驾驶专家韩冰和水哥已经在那边聊开了，我们得赶紧加入进去。Hello， 冰哥、水哥两位好，那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好，大家好，我是韩冰。大家好，我是王玉恒。非常开心两位能够来到我们今天发布会的现场。其实有一个问题特别想为大家问一下我们的冰哥，就好像我们仰望的智能驾驶啊，一直有那么点儿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意思。我收到很多用户还有媒体朋友都在问我们的智驾到底什么时候上啊？那这次终于上了，想请您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升级有些什么样的亮点。本次咱们的智驾方面给大家带来最重磅的功能，就是去高精地图的高快领航。基于行业最前沿的端到端模型，我们的感知和规控方案，让此次升级的高快领航真正做到了全国都能开，全国都好开。对于我们这个功能的真实体验是怎么样的呢？我想用最简短的3个词来概括一下我们的特点，那就是安全、拟人还有高效。安全呢，指的就是规则网络的安全冗余；拟人呢，指的就是更直接的信息传递与决策逻辑，更拟人的规划策略。那高效呢，指的就是我们的算法模型迭代效率更高，整车智能化的提升速度就变得更快。功能呢不用太复杂的介绍，因为我们的产品设计就是要易用、好用，满足常用，让用户一看就会。因此只要设定好导航，过了收费站，进入高速匝道以后，就可以开启我们的高快领航。即使在不同的高速间切换，也不会降级。有了强大的感知和博弈能力以后，在高速上它可以像一个老司机一样，智能地实现自主超车变道，一直保持在最快最优的道路上。哪怕遇到了社会车辆加塞、施工路段、追捅水马，它也能够轻松地应对。同时呢，在高速路上遇到油罐车、大货车，也会主动地规避。用户在车里面会有更强的这种安全感，而且呢，也能轻松应对U字形的弯道、S 弯道、蝴蝶弯道这种超大曲率的弯道，车子会稳稳地保持在车道中心。这听起来就非常的适合像我这种隔3差5就要出差的人。我相信可能水哥也是对这种样子的需求觉得很有必要。也想请问你一下，如果您对这块领域是哪些方面会比较更感兴趣一点？作为一个外行就说这个无图，因为我们以前导航的话肯定得有地图对吧？但是有地图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比如像我们越野或者去一些相对而言就是人员比较稀少的地方，它可能比如说这个地方的信息或者是更新跟不上
所以这个无图我还是蛮感兴趣，就是所谓的无图，就是我们是不是后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技术啊、算法来进行支撑？这个也想请斌哥给我们解答一下。好，这个问题呢，我想分几个方面来回答一下。首先，智能驾驶发展到今天，去高清地图化已经是行业的趋势了。这种趋势的话，主要是受限于3个因素，一个就是地图覆盖率比较低，针对非热门的城市或者是偏远地区，很多无高精地图的覆盖场景都没法使用我们的高快领航。那第二个呢，就是数据更新太慢了。高精地图的方案对高精的地图的数据信息鲜度非常高，车企往往需要每日更新，甚至分钟级的更新，否则你都无法应对频繁的变换的修路啊、改道等情况。那第三个就是地图的稳定性比较差，高精地图在隧道或者是信号不好的路段经常会发生降级，严重的还会出现车的一些晃动啊、画龙、车道不居中的等情况。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轻高清、重感知这种技术路线，这也就是我们的行业趋势。对我而言，就是因为我的车呢可能没有这么智能化，但是呢，我就是觉得这个像这种智能的这种辅助驾驶呢，我今天其实也体会了一下。我感觉到就是有些地方是比我之前体会的要好。比如说啊，我们今天碰到的一个在那个高速上，它上高速以后，它不是可以进行支架吗？对吧？你上高速进行支架以后呢，我的右侧车道呢，正好呢有2辆车呢发生故障，它后面摆了一个警示牌。当时我就准备把这个脚放在刹车上，我就可能要准备帮助刹车了。结果这个车提前的转向避开了。这点让我看到了它的智能方面。那还有就是您刚才说这个车可以体验这种大的弯道啊，和这对这种想体验。因为您这车我发现有一特点，我一上车一转向，它就有一个东西扶着我腰，你知道吗？它是在帮助你做一个自身的一个固定，对，怕你晃出去。我说这还有一个局部按摩的这种作用，感觉。但是我一下来，他就说就是因为下这个匝道了，所以就是让我自己接管，功能退出。对，那我怎么体验这个大弯道？这个说得好。刚才说的，如果我们的整个开放的高快领航，包含了一个全程的一个曲域弯道，那这时候可能你就不需要接管，因为它还没有退出你的高快领航。但其实这只是我们要释放智驾的第一阶段。在后期我们还会释放城市领航。那城市领航意味着就是全路段、全区域。等你开完这段高速之后，它就自动衔接到城市。所以就是说这个智能的领航是我可以设定它的整个的这个路程的。可以的。那所以用重感知这种技术路线的话，你们有什么优势能够做到领先呢？水哥问的这个问题呢非常犀利，也是我们的优势哈。就是首先从技术人才上来看，比亚迪在智驾领域有超过4000人的研发团队。对，而且呢比比亚迪的这个 L2，它这个智能驾驶系统的搭载量到现在已经有350万辆车了。凭借比亚迪这样一个强大的系统基数，我们有大量的数据可以用于智驾的模型训练。光是交付不满1年的 U8，在 ICC 这个功能上总里程我们已经看到已经突破了300多万公里了。大家都知道数据量它是整个系统运行的一个关键，那我们掌握了数据量的越大，那我们能覆盖的场景和突发的状况就会越多，那智驾也会越安全，越符合人类的习惯。所以说呢，我们有足够的技术积累啊，然后为用户提供这样无图的方案，而且我们的算法还会不断的训练，然后会做到一个叫常用常新。其次呢，我们整车自研的能力，只有比亚迪还能做到一个真正实现整车级的一个融合感知。就是我们进行了多轮的这样的一个用户体验营哈，就刚才所说的，我们的体验营当中，高快领航的用户的使用总里程已经超过了11万公里了。那前10的用户，他人均的总里程达到了5513公里，其中单日最长的使用高达了1265公里。所以这些数字的背后，说明了用户对智驾产品它还是非常认可的。这些数据都是在使用智驾这一块，使用智驾，就是这个功能被激活了，这个激活的状态在统计它里程数。那你们是不是也能够看到，比如说这些用户在使用过程中逐渐的在延长智驾？这个也能看到，对吧？就是我们后面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哈，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一旦制定这样的一个方案，我们都会收集用户过来的指标。那这些指标的话，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就是，我是不是用户的使用率从开始的
50%，一直在升到最后，刚才说的这个高快领航功能呀，我们现在是使用率是100%，就是给我们释放的这些的用户体验营的用户。对，所以说看到其实新的这些技术的应用在不断的改善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的用车的一个使用的场景。不仅是我们产品的使用者，更是我们创新的伙伴。与此同时，我们的产品团队呢，也一直强调去解决困扰用户的各种的场景，也希望用技术去改善我们的生活。我给大家讲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吧，就是我们在收集用户的反馈，发现困扰用户的就是你的窄道或者窄车位下方有一个侧位停车。这种情况下，如果到周末车满门患的商场，或者是在上班的时候你晚了，然后地下车库都满了，空间不足，那问题就在那儿。即便是再老练的司机，他停进去也不会特别顺利。所以我们就在思考，怎么才能让我们的 U8 车主能好开也好停呢？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功能，就是在窄道窄位的侧方位停车。其实刚才我跟水哥我们也小小的去试了2把，可以说在现在的汽车工业史上，应该是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可以做到这点。然后我们仰望呢，去带着我们这样的功能去解决用户的实际的一个场景。我猜水哥肯定是体验了我们的E4方泊车。因为那个泊车方式啊，都是以前在开玩笑的时候说的。对，说这时候如果说要有2个壮汉能帮我把后车轱辘帮我抬一下就好了，对，给我搬进去就行了。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有用的。在有些时候，你知道北京的有的时候那个道啊，它已经很窄了，旁边又停了车。对，然后这个时候呢，车的这个前后空间又不足，我的车又比较大，后面还有人要进去。对，怎么办？这时候我最好办就一头扎进去。对，扎进去，屁股露在外面，像鸵鸟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要是能有一个上帝之手帮我给它直接推进去，这个词用的太好了，上帝之手哈，跟我们的天生之眼很像。那这个功能的话，也请我们斌哥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介绍一下哈。其实这块刚才说的就是窄道窄车位里停车一把进，确实是我们最大的看点。那通过E4方，我们4个轮子它都是独立控制的这个技术，结合一些停车的一些的需求，我们的技术团队就开发了这样的一个E4方泊车。在过往的 OTA 当中，我们已经全量推送了自动泊车，还有代客泊车等功能。但目前的自动泊车已经非常成熟，基本能覆盖大部分的这个常规的车位。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用户停车的体验更加的便捷，给E4方的泊车又加入了一些新的玩法。出门在外，停车的条件肯定不理想，有的时候也只能找到路边的一些侧停位。这时候，但凡如果是前后车位，它又停得不规范，那时候我们就基本上进不去了。像这样的一个超窄车位，我们运用一个E4方的一个技术，把这个车头先扎进去，然后靠近马路这一侧的前轮给锁住，然后再将整个后半车身摆进去，这就是一个行业首创的一个功能。所以它这个车的话，就是它甚至可以左右都可以扎头，对吧？它就是看你锁哪个轮，锁哪个轮，我通过差速我往这边摆。那比如说咱们都是左舵的，那可能你卖到海外的有些海外车是右舵的，也专门设计了这样的，也都可以的。那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碰到，比如说左边只能这边停，那我可以司机下来，我让那车自己停进去，也可以的。到时候再给我自己摆出来，这就是对代客泊车。因为我以前有过这种尴尬的场景，就是只能在那儿停完以后，车那个门开不开了，我从副驾爬出来。这个功能确实是颠覆了很多网友或者说外界的一些认知。
其实我们的车主他也非常的就着急，等着说我们这个功能到底什么时候能上呀？然后也想问一下斌哥，我们为什么等到现在才推送呢？其实E4方泊车很早咱们就满足了一般场景的这样的一个开发，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用户能够有一套成熟的一个方案啊。一方是可以满足我们千变万化的一个车位啊，或者是我们这个地面的材质，包括划线，还有宽度，它都不统一。还要解决一个用户最关心的问题，这个功能会不会磨胎啊？于是我们在这种沥青、环氧，还有水泥等不同材质的路上做了100多组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实验，然后找出了偏移的规律，再引入一些像摄像头、雷达、惯导这样传感器，达成了一个毫秒级的这样的一个路面情况感知，啊，结合智能化的一个定位能力，通过我们的轮速矢量控制，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执行出最好的一个扭矩的一个参数，或者是一个扭矩的输出，把我们的偏移量从原来的25厘米一下缩短到了10厘米啊！而且我们还能够规划出一个最短的一个泊入路径，还有一个最小的一个轮胎摩擦，解决了我们的摩擦的这个问题。然后您那个E4方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特别好的谐音，不知道你们一开始是不是这个出发点啊？就是我从字面上去解释，我也觉得很好，翻成中文我觉得也特别好。对，就是E4方，你看。是感觉怎么都只有中国人能听明白，然后但是你这个英文的符号，我用我中文的理解我也能明白。首先 E， 你看我们以前的浏览器都是个 E， 对吧？只要跟 E 有关的，就跟互联网啊，跟这些有关。然后你又是一个4的平方，然后你又是4个电机啊，4个轮子。这个 E 就是我们的4电机驱动啊，它4电机独立控制，然后加一个E4方，水哥讲的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个大家的认知，已经感受到它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便利，对，一个创新，正好又谐音到容易的易，对，是的，今天这个功能我和水哥其实也一起体验了一把，这种在泊车过程当中的一把劲的爽快感，真的是让人印象深刻。对，就越用越懒了。根据我们的测试数据，E4方泊车的平均完成时间是24秒。比手动侧方位停车要快了50%，即使和专业咱们特技车手对比的话，E4方的泊车也能大幅的减少时间。E4方泊车就是普通车位能停得快，极端车位能停得近。就像网友说的，仰望重新发明了泊车，跟传统的泊车已经没有什么可好比的了。也谢谢斌哥给我们的介绍。那经过了这一次的 OTA， 我相信我们的支架会有一次脱胎换骨的改变。智电融合的另一环，也就是 D-Link 智能座舱，这是咱们车主可能接触最多的地方。这次在智能座舱方面，我们又会有哪些全新的升级呢？下面有请我的另一位好朋友唐敏欣为我们介绍本次 OTA 当中关于智能座舱的升级。敏欣呢是我们的资深智能座舱产品专家，一起期待一下唐敏欣和水哥之间会有怎么样的想法碰撞呢？水哥，水哥好。Hello， 敏欣。桑尼好。好了。大家好，我是唐明星。非常欢迎敏欣的来到我们的现场。其实，在你详细去聊这个主题之前，我也想问水哥，您日常的行车过程当中遇到我们语音助手的这个场景，情况多吗？说实话，就是在我接触的大量的车载的智能这一块，离我想象的智能有着非常大的距离。其实，在语音识别，在做这种交互的过程中，就像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互沟通，它其实有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听得见你在说什么。我们花了大量的精力去解答，或者去解释，或者去解决听得见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车的环境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些时候我是封闭车窗，很静态的环境，我说什么原则上用户一定预期他听得到。第二种状态呢，是我今天开起来了，同样的这个语速，同样的这个声音的大小，假如我开的60-70迈的这个速度，在高速上开了车窗，那这个时候他不一定听得到，有很多的噪声，外部的噪声、电的噪声要处理。所以在整个交互的过程中，第一步我们解决听得见的问题，这一步到今天基本上已经解决了。第二步就是听得懂，前两步
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听得懂你到底在这一刹那间你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是第3步没解决的是共情和逻辑能力，就是听得懂同一句话，在不同的场景下面可能意思不一样。在我开车的时候，没开车的时候，在我车里有人的时候，可能不一样。而这正是我们这次 OTA 升级智能语音助手里面最核心的能力。然后也想请闵欣你详细的跟我们讲讲关于我们此次 OTA 当中的有哪些很好的功能可以给我们带来我们的用户呢？OTA 升级，我们把语音的 AI 的一些模型、大模型做了结合，那提升了它整个的共情和逻辑处理能力，而且还提供了一些知识探索的服务。那用户以前比如说想问一些问题得不到答案，那基本上这些问题现在知识探索类的都能得到想要的答案，而且在智慧出行、知识问答、用车体验等等，还有出行规划等等，这些我们也给用户做了非常全方位的一些考虑吧，他的体验会得到提升。举个例子来说，以前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在一些具体场景里面，比如说外面空气不好，或者一些别的驾驶场景里面，用户需要多句语音指令才能完成他最终想要的意图。举个例子他先说关闭车窗，然后再关闭天窗，还要打开空气内循环，打开空气净化，这个呢要4条指令。对，而现在呢，连续的语音指令，没错，连续语音对话，这是早已经做到的。那现在呢，它其实只用一个比较人性化的指代，它可以说，你好仰望，外面灰尘很大哦，就这一句话，那4个动作它就会做相应的调整。所以整个的这次语音升级里面，我们也考虑到了用户在真实的这种用车场景下面可能遇到的一些情况，做了升级。就是说以前呢就是说1就是1，没错。现在呢可以说2，可以说感受。是的。然后呢，它呢根据你的感受呢去判断我应该干什么干什么。是的，没错。就不再是以前那种冰冷冷的指令式的交互，而过渡到了一种更加人性，它能理解你、关怀你、懂你的这种交互。你好，仰望，我在。帮我规划一个周末深圳出游的行程。为您提供如下攻略，结束后可以说保存攻略。你好，仰望。我在。我的腰有点酸。OK， 打开座椅按摩了。你好，仰望。我在。外面灰尘好大。好的，正在关闭车窗。你好，仰望。我在。30以内3的倍数有哪些？30以内3的倍数有3、6、9、12、15、18、21、24、27、30。其实今天我和水哥也是简单的体验了一下我们 OTA 上面，也就是这个智能语音上面的一些功能。因为作为我们这次节目活动的客人呢，水哥也是来到深圳，我们问仰望，请他为我们水哥规划一次在深圳的3天2夜的行程。我觉得得到结果蛮有意思的。对，比如说你是3天2夜，那会建议你把这个行程会拉得很开，每天差不多安排6到8个小时左右，然后全流程的串联。如果这个行程拿出来，就水哥你感到不满意，还可以说不行，你再帮我重新规划一个。它还可以重新探索，而且第2次探索的内容跟第1次的内容基本不一样。他也会去看你这个用户的他的偏好喜好是什么，也可能在不断的摸索当中。但如果这个指令，比如说我很明确的就说，我是第1次来深圳，可能他会为我定制化的去更精确的去规划我的3天2夜的行程。首先在这种出行规划里面，我们其实做了非常多的这种场景上的探索。比如说这个用户到这个城市是第几次，他是什么原因到这里？当然这个有可能这个数据我们不一定全部能得到。那如果是第1次的话，我们在产品设计的时候构想，那他肯定希望了解这个城市里面的最大的特色和亮点。这个时候如果用户要求我们的这次升级的仰望 U8 的智能语音助手帮他规划出行，他就会推荐当地的最热门的景点和最合适的出行路线，根据他住的地方或者根据他开车的这个地方和行进的路程。对，这是其中的一大亮点。同时在过程中还可以规划你的酒店住宿。那我觉得在这块其实也可以实现给我写一段文字啊这种功能。在车里就有时候呢，在上班过程中我会去想，我大概待会儿到公司之后有哪几件事情要去做，然后我就会跟语音助手对话，让他帮我记录。就比如说你好仰望，帮我记一下如下几件事情，待会儿我要做的第1件、第2件、第3件、第4件，然后并且列好保存。
这有点像语音备忘录。因为我的一个同事他有这样的习惯，因为他早上开车，他也是南山，我们在平山，所以说通勤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有个工作习惯是什么呢？在车上就是他会先想一下，今天我大概要做什么事情。他开车他只能语音，所以说每次他可能在1个小时的开车过程当中，就记下今天我要干1、2、3、4。是的，没错，我们当时想的也是这个场景。我记下几个要点之后呢，可以让他针对每个要点进行一些建议和扩写，他会根据你的要求直接给到你一个答案。这是现在我们这次升级就会具备的能力。好的，敏欣，听说这次你还专门准备了一个小彩蛋，是在下次的 OTA 当中关于我们地图层面的一个小升级，能够跟我们小透露一下吗？是的，在下一次仰望的 OTA 升级里面，我们会具备一个新的功能，就是高德地图的车道级的导航功能。我们现在手机端大家在用的过程中发现都有车道级的导航，它非常的直观，能够避免我们走错路。但是呢，手机端由于受到一些硬件限制的原因，它不是真正的车道级。比如说你的车在车的哪一个车道，这个数据其实是不精准的。但是在我们车端这个问题完美解决，因为我们车端的数据是精准的。所以在下次 OTA 升级里面，我们会具备真车道级基于视觉的定位方案，高德的车道级地图导航，所以大家也敬请期待。那这个确实一个很厉害的功能，也希望能够尽快的 OTA 让我们的用户都能够体验到这个功能。下面呢，其实还要水哥介绍一个惊喜的彩蛋，就是我们这个无人机的系统，不知道你之前应该是没体验过吧？对，我就是一听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无人机是一个特别适合我们，比如说野外，我们去，比如我们前段时间录节目就要找那个盘羊，哎呀，那马哈波罗盘羊，我们要找的话，我们首先要车开到山上啊，然后再到上面再放无人机。那有的时候是因为那个羊很警觉，远远的看到我们了就跑掉了，我们就不能够判断它的位置。但如果要有这个的话，我们就可以提前在一边开着车，一边就让无人机在前面给我搜索，没错，在前面去找。然后包括呢，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路况，它可以及时的发现这个盘山道上出现了泥石流，比如说我们那个地方我们是一个不怎么下雨的地方，突然来降雨了，我提前让它飞出去看一眼，这样避免什么？避免我的车开那儿以后堵在那里。当然咱们有原地掉头，这还好一些啊，堵了也可以掉头回来。但是我觉得它就是可以相当于就是我们的第3只眼，可以做一个提前的预判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对，有了车载无人机系统的话，可以让咱们在户外的或者说越野的场景变得更加有趣了。敏欣对于我们在车载无人机系统这块有什么想给我们介绍的？对，因为车载无人机系统，我们整个团队做得很深，从最开始去论证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车载无人机系统，整个过程我都完整的参与了。在使用一个普通无人机的时候，我们看了一下用户整个操作路径上的体验。我首先得带一个无人机的包吧，我装一个无人机，背几块电池，因为我担心它的续航问题。然后我出去玩的时候，我提一个包，单独提的，很重。对。然后呢，到了地方之后，把无人机展开，拿出来，上电池，对频，一系列操作完成之后呢，起飞，操控。是。但如果放到车里面，这些所有的路径都能省。因为车里面本身在无人机库里面携带了电池电量，我3块电池，相当于一个热存储的感觉。没错，是的。3块电池用机械臂去换电，来解决续航焦虑的问题。那从这2点出发来讲，我们认为体验路径上能够把那些没有用的副体验砍掉，那剩下的就是正体验。所以这就是我们出发做整个车载无人机系统的第1点。第2点呢是车载无人机系统，我们做了跟整车的深度融合。在我们这个大屏上面，我们把那个操作的界面做了非常多的优化，一键起飞，包括开舱门、飞机起飞。然后一键跟飞，起飞之后跟着我的车走。那这个时候你的大屏幕就是无人机的视角，图传画面，没错，无人机那个摄像头那个画面立即接管到大屏上。然后呢，我们的时速在50公里范围内，下点小雨都没有问题，不会受到影响。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很炸裂的功能，很多用户很喜欢，伴飞。除了伴飞之外，还有一个一键大片。对，点完一键大片之后呢，根据你现在车的行进路线，那飞机会在各个角度去拍摄，自己拍自己是吧？对，拍自己。对，甚至有些用户给我反馈说，那个拍到我自己这个镜头能不能再近一点，看不到我的脸。对，所以我们认为给用户还是带来了非常多体验的升级，这也就是这种智电融合带来的这种
智能化的体验升级。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的这个车载无人机系统还可以一键分享的功能。刚才说的我们那个一键大片，我们可以很快的把我们这个拍摄的素材就分享到我们的朋友圈上、我们的微博上，这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功能。是的，相信水哥后面有机会可以试一下。对，一键大片完了之后都不用剪辑，直接出片，背景都带好了，音乐也带好了。水哥，我们要不一起去体验一下无人机？好，我就一直等着这趴呢。非常感谢水哥的参与，希望未来水哥也能继续和我们一起交流产品开发的故事，分享我们在创新研发上的成果。同时也要感谢韩冰和唐明星为我们带来这次仰望智能软件 OTA 的讲解。当然，更要感谢一直以来和我们共创的用户。除了上述的重磅内容以外，我们也把用户希望加入的中央空调出风口的独立关闭、驾驶员检测辅助灵敏度的设置，包括香氛偏好自定义等将近20项的功能同步推送给大家。仰望在智电融合的道路上持续向前，少不了你们的支持和关注。未来我们还将不断地为用户带来更智能、更愉悦、更便捷的用车体验。以上就是我们仰望 U8 第7次 OTA 发布会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次 OTA 再见。